魏婴盯着蓝湛面无表情的脸观察了一下，对这个很激动表示迟疑。突然，他灵机一动，向前一步，微微弯腰，侧耳贴在蓝湛的胸口前，听到了那同自己一样，砰砰快要抑制不住的猛烈心跳，扑哧笑出了声。蓝湛啊，书上的礼节变成现实，果然是超乎魏婴想象的繁琐。这样重要的场合，他是真怕自己哪一步有了什么错漏。好在有蓝湛在一旁时时小声提醒着他。这么想着，魏婴心中升起一丝甜蜜，连看向正板着脸念着长篇大论的叔父，都觉得慈祥至极。蓝启仁为魏婴佩戴上了蓝氏亲眷子弟才会有的卷云纹白墨额，一边系墨额，一边强调道：“蓝氏墨额意欲约束自我，非命定之人，倾心之人不可碰不可取。”闻此，魏婴突然将过往的一切串联在了一起。怪不得当初扯了蓝湛的墨额，他反应这么大；怪不得蓝湛醉酒那晚非要将墨额送给他；怪不得这些时日于静室之内、床榻之间，蓝湛这么爱用抹额绑着自己的手。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魏婴强忍着上扬的嘴角，但眼眸中流露出的笑意是藏不住的。他忍不住的偷偷去瞧蓝湛，那人明显看懂了自己的眼神，抿着唇错开了眼。这下魏婴更高兴了，若不是场合不对，他定要贴上去逗弄蓝湛一番。蓝二公子害羞了。正在帮魏婴整理墨额的蓝启仁见这两个孩子的眉目传情的过于明目张胆了些，这当着众人的面像什么样子，故作严肃的咳了一声：“无限，我刚才说的，你可记下了？”回过神的魏婴立马变了个脸，学着蓝湛面无表情，规规矩矩道：“无限记下了，多谢叔父。”末了还行了一个极为雅正端方的礼，心中却嘚瑟着自己学的可真像。在众人的见证下，蓝湛执笔在请出的蓝氏家谱上，自己的名字旁边郑重写下他的道侣的名字：魏婴，字无限。一笔一画，带着少年人的纯粹与炙热，流淌着过往的欢欣与辗转，珍而重之，却又行云流水，顺畅的仿佛执笔之人已在心中，在笔下，在过往的岁月里，写下过无数次这个刻入骨髓的名字。命定之人，为婴而已。魏婴看着身旁的蓝湛，喜怒不形于色的他，此刻眉目柔和，脸上始终挂着淡淡却不容忽视的笑意，写下了他的名字。待蓝湛停笔，第一时间抬头望向魏婴的时候，魏婴才不管此刻宗祠之内众目睽睽，不合规矩，他只想上前拥住他的蓝湛。从不在意形式的魏婴，终于在此刻意识到了仪式感所能带来的巨大感动。蓝湛深深回抱住了扑在他怀里的魏婴，从此他们将生生羁绊，世世纠缠，永不分离。向蓝氏列祖列宗行过跪拜大礼，敬上香，本以为礼成，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流程，家宴了。没想到蓝启仁命众人先去厅内等候，他带着西尘、望基、无限三人穿过一片静谧山林，顺着小径来到了龙胆小筑。看着这里不同于云深不知处居多的碧树兰草，而是在这清新淡雅的仙山中，绽放着野艳梦幻的紫色龙胆。魏婴心中觉得此处必定有异，却来不及细想多问，便在蓝启仁的带领下，穿过木廊，来到了旁边的另一座小筑。推开屋门，里面供奉的竟是魏婴的父母魏长泽和藏色散人的牌位。魏婴当即跪下，这么多年第一次跪在了自己父母的牌位前。蓝湛陪同他一起并肩而跪，魏婴胸中激荡，眼睛都红了一圈，想问什么，却突然失声般说不出话来。蓝启仁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解释道：“无限，我知前几日你已经2次拒绝了江宗主和小金夫人的书信邀约，想你也是不愿再有什么牵扯。你与望基成亲，理当跪拜父母，我便派人去云梦江氏询问，才知那里并无藏色夫妻2人的牌位。”看着魏婴这般模样，蓝启仁也不忍再多说什么，转了话头继续道：“当年你爹娘一同在蓝氏听学，虽然并没有留下什么衣物，但我从库房中找到了多年前他2人的课业，抄写的家规，自作主张立了衣冠冢，就在这小筑后面。这里清静，但景色宜人，旁边便是望基母亲当初的居所，想来你母亲应当很是喜欢这里，她当年和大嫂都性格开朗跳脱，很是聊得来。多谢叔父。”魏婴扯出了一个笑容，他是真的很欢心，但就是忍不住鼻酸。好啦，蓝启仁难得柔声道：“无限，望基，
拜过父母，才算是真正的礼成。一拜、二拜、三拜，第三拜结束，魏婴久久未起身，屋内安静，只听得眼泪滴落在地面的声音，晕开了过往漂泊日，寻得了此后新归处。魏婴这闲不住的性子，连腰酸背痛都阻挡不了，再加上经过这段时间的疗养，他的身体已然恢复，不似刚修轨道时那般内损亏空。在道理大典过后，躺到第二天下午，便觉自己下了床又是一条好汉，拽着蓝湛下山去也。这山下采邑镇不乏认识韩光君的居民，再加上这几日云深不知处办喜事，蓝氏那恨不得广而告之的架势，见到韩光君被另一封神俊朗佩戴着墨额的男子亲昵拉着，从街头逛到巷尾，便了然那就是蓝氏的魏无羡了。恭喜之声络绎不绝，接到二人天作之合，般配至极。魏婴笑着道谢，甚至心情很好的嘴甜夸回去。二人雇了一条船，船只驶入河道，轻轻摇晃，晃得魏婴是心神荡漾，转身弯腰，如同浪荡公子般挠了挠蓝湛的下巴。小郎君，哥哥我这船撑得怎么样？小郎君做的可还舒坦？蓝湛无奈笑笑，对哥哥这个称呼不置可否，在魏婴执着的注视下回道：很好。魏婴心满意足，竹篙轻飘，一脚踩在船舷上，冲着岸上的卖枇杷的姑娘喊道：姐姐，枇杷多少钱一斤？岸上那姑娘拨了拨斗笠，扬手笑道：魏公子，误用钱送你2个好罚，祝你和韩光君新婚之喜，永结同心，白头到老啊！魏婴拱手道谢，待船只靠近岸边，那姑娘连抛2个枇杷，被魏婴接个正着。蓝湛一起身致谢，姐姐人美心肠好，以后我们再来找你买枇杷，定买一大筐。好好好，你们一起来买。过往重现，魏婴再次将枇杷送到了蓝湛眼前。蓝湛，吃枇杷。好。蓝湛接过魏婴手中的枇杷，开始剥皮。蓝湛，当初拒绝我的枇杷，亏了吧？将剥好的一只圆溜溜的金枇杷递到魏婴嘴里，蓝湛坦言道：确实亏了。蓝湛，我发现你现在可是越来越直白了，可不是以前的小别扭了。魏婴2口解决了枇杷，伸手用河水洗手。魏婴，船只渐渐驶离人群，周遭安静了下来。枇杷很甜，不管是现在吃着的这个，还是当初没有吃到的那个，那是我给你的，自然是最甜最好的。水波荡漾，他们在落日余晖下交换了一个枇杷味的吻。